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。1995年，美国旧金山召开了一场由500位富豪和政治家组成的精英会议。会议认为，全球化的发展将使贫富差距迅速拉大，阶层矛盾激烈增加。如何让穷人安分守己？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只需要像喂婴儿奶嘴一样，为穷人提供源源不断的娱乐就行了。这就是著名的奶头乐理论。反思一下现实中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？当你想认认真真做点正事的时候，总会有各种因素干扰你。学习没一会儿，你心痒难耐，想打2把游戏，然后一打就是2小时。工作刚开展，你又忍不住点开某短视频，然后一刷就是老半天。其实这些奶头乐的背后都是多巴胺陷阱。多巴胺是一种神经质，它能够给人带来及时的爽感，但同时它又像一款廉价的毒药，让你在快乐中不断沉沦。相反，内啡肽需要人克服本能才能艰难获得，但一旦拥有，你就会享受到自我提升的巨大满足。这个社会最残忍之处在于，穷人都沉浸在多巴胺的爽感中，而富人却在逼自己追逐内啡肽。21世纪最值钱的是什么？是时间。谁能赚到别人的时间，谁就能赚到别人的钱。谁的时间被浪费，谁就注定沦落贫穷。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度的。如果你把精力用在提升自己、精进技能上，那么你的价值自然会水涨船高。如果你把精力都花在了奶头乐上，你在提升自我上的时间就会被大量压缩。于是在悄无声息之间，你就会被彻底废掉。知乎答主陈霄汉讲过自己的故事。陈霄汉出身农村，家庭条件不算太好。12年的时候，他拼尽全力考上了上海一所985高校。如果按照命运正常的走向，未来他会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过上不错的人生。但进入大学之后，一切都发生了巨变。当时同寝室有个室友是个富家子弟，他常常带着各种游戏机在宿舍疯狂厮杀。陈霄汉从未见过这么时髦的玩意儿，于是在室友的怂恿下也玩了2把。没想到2局游戏让他经历了虚拟世界里杀戮的快感，于是他越玩越着迷，后来直接在网吧一熬就是几个通宵。到了大4，身边所有人都开始出去找工作，唯独陈霄汉一直没有动静。他要么住在网吧，要么躺在宿舍，靠零食和网络慰藉自己。时间一晃过去了好多年，为了游戏，陈霄汉欠下几10万的外债，每天活得焦虑不堪。大学同学们要么过得风生水起，要么安稳度日，唯有他一手好牌最终打得稀烂。回首往事时，陈霄汉写下这样一番话：废掉一个人的所有事物当中，最可怕的其实不是贫穷本身，而是那些让人无法察觉的诱惑。它会缓慢侵蚀你的思想，蚕食掉你有价值的东西，最后把你完全覆盖成为一个废人。作家李尚龙也说，在大城市里，搞废一个人的方式特别简单，给你一个安静狭小的空间，给你一根网线，最好再加一个外卖电话，好了，你开始废了。因为那些眼花缭乱的短视频、直播游戏会让你不断地分泌多巴胺，一时分泌一时爽，一直分泌一直爽。当欲望被劫持，大脑不断受到刺激，你就会不自觉成瘾。不知不觉中，你会忽略了时间的流逝，渐渐满足于自己的现状，
而当你把时间都用在享乐上时，你就永远不会再想着改变当下的生活。久而久之，你就注定陷入贫穷的困境之中，难以翻身。哈佛商学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，发现了一个反差极大的现象，越是富人，越是精英阶层，他们的闲暇娱乐越喜欢采用补充型方式，比如阅读、学习、运动，而越是底层的穷人，他们越喜欢采用消耗型方式为自己提供快乐，比如打麻将、玩游戏、看肥皂剧。不同的娱乐方式造就了命运的天差地别。曾经有一部记录股神巴菲特的片子，叫做《成为沃伦·巴菲特》。在这部片子里，巴菲特并没有提供什么快速致富的秘诀，他只是在不停地看书、读报。普通人在看电视的时候，他在逼自己看枯燥的学术资料；普通人在打游戏的时候，他在逼自己吸收最新的财经知识；普通人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他在逼自己学习最先进的财富理念。他会在每天早上7点前准时起床，然后花5-6个小时阅读各种新闻和财报。他的办公室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，只有深厚的书籍和一桌子摊开的报纸。没错，摒弃低级娱乐，保持终身阅读与学习，就是巴菲特的成功秘诀。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亚当·阿尔特也说，那些生产和设计高科技产品的人自己绝不会上瘾，他们总是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。乔布斯的孩子从未用过 Pad， 周末总是在家看书聊历史。推特创始人没有给2个儿子买过平板电脑，孩子们放了学总是在补充各种精英课程。游戏设计师对魔兽世界避之不及，很多硅谷巨头下了班压根儿不靠近电子设备。如果你观察身边有钱人的生活，你会发现很多富人明明很有钱，可还在发奋工作，不去享受放松；明明身材很好了，可还是常年克制饮食，坚持健身；明明学历很高了，还要读书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富人明白，多巴胺的爽感太廉价了。如果你沉迷在低级快乐之中，再多的财富也会在一次次的舒适里消耗殆尽。相反，获得内啡肽的过程虽然痛苦，但强者要的就是征服。你只有一次次地逼自己去做那些令你痛苦的事，去做枯燥但是有价值的事，如此你才能将财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才能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。亚里士多德曾说，在追求快乐上，和动物相比，人追求的快乐应该更高级和伟大。多巴胺是动物性的爽感，但久而久之只会消磨你的时间，让你的人生变得空洞乏味。内啡肽是痛苦后的补偿，需要你费尽心血才能够得到，却能为你带来脱胎换骨的改变。如何追逐内啡肽，改变现有的困境？3个建议送给你。第一，忍别人之不能忍。身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几乎每个人都在及时的快感中沉沦，但其实只要你能比别人多忍耐一点，差距就会拉大一点。张一鸣怎么成功的？大学的时候，别人约会谈恋爱，他看书敲代码；别人打牌玩游戏，他看书敲代码。他说，为了避免平庸，一定要拒绝拉着你走向平庸的那些压力诱惑。所以，如果你周围的人都在放纵，你却选择了克制；周围人都在摆烂，你却选择了奋斗，那么日复一日，你自然能够卓然出众。2，狠别人之不能狠。那些能让你分泌内啡肽的事情，过程从来不会太轻松。村上春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每天早上4点半就起床，30分钟下来累得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，几近窒息，要坚持跑下去。文学创作时独自待在房间里，
从早关到晚，最简单的初稿到反反复复改8遍。这个世界哪有什么轻而易举的成功啊？哪有什么不劳而获的成绩？人生的路就是这样，你对自己狠一点，生活才能对你好一点。第三，成别人之不能成。这个世界凡是那些让人堕落的事情，反馈机制都特别快。看10秒钟的抖音段子，你就能笑到抽筋；吃几口甜品零食，你就能觉得无比满足；打2把游戏，你就能意淫出战胜世界的征服感。但这种愉悦会让人逐渐沉沦，最终一事无成。相反，所有上进牛的事儿，反馈机制全都是非常非常慢的。健身一次不会为你带来6块腹肌，但1年可以。看一本书不会为你带来什么认知上的改变，但看1000本可以。凡事不坚持，就尝不到内啡肽带来的甜头。咬牙多挺一会儿，遇事多扛一阵，命运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。博主进化说，人在天赋上差距并不大，但最终的成就却相去甚远。除了境遇、运气等，最根本在于有些人走在了追求多巴胺的路上，而有些人却选择了内啡肽。在多巴胺带来的快乐中沉沦，那最终回报你的只会是生活中的苦；而内啡肽带来的痛苦中修炼，那最终回报你的必然是生活赐予的甜。永远记住，不要让那些低级的快乐拖垮你的人生，更不要在温水般的生活里变成一只熟透的青蛙。点个再看，做一个时时精进自己的人，去克制，去提升，去坚持，你的人生才能真正迎来阶层的变迁。